今天是妻子要来，对吧？嗯，对。妻子想让老师们帮忙分析一下跟丈夫这段关系应该何去何从，是吧？对，因为他是那个货车司机嘛，那段特殊时期，货车这个行业冲击比较大嘛。是的。然后他就在家待业状态，就是也是无所事事，就是整天酗酒，什么也不做。扫把倒了，他可能就是说不会给你捡，就是给你卖过去，就这种状态在家。这个情况当时确实是有，但是他不知道什么原因。当时因为我吃那个氟西汀嘛，有点副作用。你为什么吃那个药？因为当时在家待业，我的车贷、房贷每个月都要还，那个时候压力比较大，有些抑郁，感觉这精神紧张。然后我自己去看了一下，然后医生跟我说建议吃氟西汀，但是没有效果，只能借酒浇愁吧。他就整天在家喝酒，我平时上班也比较忙嘛，就白天不在家。我说他在家休息，你平时在家打扫卫生，洗自己的衣服。他自己衣服都不洗，他就等着我给他洗。我婆婆不是帮我接送孩子嘛，我们离得比较近，我婆婆就过去，就看到他的衣服整天在那儿放着，好几天就是我不给他洗。我婆婆就唠叨说，你连自己老公也不管，你只管干净自己。也不知道当初为什么要非要娶你，就是弄得我们这个婆媳关系也不太好。所以婆媳关系也不好。对，他在家说闲着没事儿嘛，我就让他接孩子。那天我下班比较晚，我说你去接一下孩子嘛，省得让我婆婆去了。那天我就下班回来了，孩子在家，他没在。我说你爸爸呢？他说不知道。我就跟他打电话，我说你在哪呢？他说正往回走呢。我说你接孩子了吗？他说我这不是刚回来吗？我说孩子都写完作业了，你连孩子都没有接着。他就一点都不尽心，在家做什么都不尽心。我怎么就不尽心了？我一般跑车不怎么经常在家，我一般在家的话我就负责送。我想培养他的自理能力，我不送到学校门口，我送到他们小朋友排队的地方。然后我在远处静静地看着他，目送他进学校，我就回去。挺好的，没问题啊。他就什么也不管在家，你像平时孩子这一些课外费啊、兴趣班费，像我们家老二嘛，就是才上幼儿园，像这个托儿费什么，他都一切费用他都不管，都是我自己。之前只负担我们老大的，我这个工资勉强够用。现在我们老二也上幼儿园了，我的工资也不够呀，就跟他要。他说你找父母吧。找我公公婆婆要。当时是什么情况？我在家成天也就是喝酒吧，不出去。然后父母经常来我们这边，然后看我这个比较消极，怕我不务正业，然后经过协商呢，就把工资卡给我监管起来，每个月给我生活费。当时呢，正赶上他找我要钱，我当时想嘛，钱是我的，在父母那边，你要吧，直接找父母要可以了，你为什么非要找我要？让我再找父母，父母给我，我得给你，这不是多此一举吗？当然问先生要了，你是我老公啊。我跟你父母要算哪一出啊？因为我的工资卡交到父母只是暂时保管。那你的工资卡不是应该你自己管，或者交给做妻子的管吗？我俩一直都是 AA 制。你们俩为什么一直 AA 制？他觉得我就是挣钱多，然后就是老大一个嘛那会儿，然后老二嘛也不上学，觉得我的开销也够了，我基本上没找他要过。然后我说他有房贷车贷，我也没跟他开过口。现在老二所以房贷车贷是先生负责，其他开销妻子负责，是吧？对，生活费呀、孩子这些这是你们分工的，是吧？在我的思想里吧，应该是男主外女主内。你像车贷、房贷，然后社保这一类的费用全是我出，然后他挣的那点工资只负责家用就可以了。找公婆要去要了吗？没有啊，孩子的钱不够嘛，我就找我妈要。我妈她那边肯定也不开心啊。那会儿的话，她就是整天喝酒嘛，在家也是无所事事，孩子也照顾不到，什么也照顾不到，弄得我们孩子心里也是有一根阴影一样。那次我记得开家长会，就是老师特意把我叫出来说没事，像你们这个单亲家庭，多关注关注孩子心理，孩子也是唠叨。所以说那次我让他接孩子，也是为给孩子一个惊喜嘛，多关注一下孩子。啥单亲家庭？老师怎么会说到单亲家庭？因为他经常不出现在这个学校里一些家长会，他都基本上没有参加过。那你没反应吗？你说我们家不是单亲家庭，你怎么不说呢？说老师他也是觉得挺尴尬的嘛，当时之前一直孩子爸爸就没有到过学校里边。然后他就也是为这些事儿琐事儿，就是整天吵架生气，然后他就外出喝酒，有一段时间就是在家就是挺快的，觉得挺反常的，什么打扫卫生呀，基本上我下班他就做好饭了，原来是有目的的。他跟我说想要投资什么食品厂呀什么的，然后就是需要资金，让我跟他筹点。我说我这工资都已经给孩子交学费什么，我基本上都没有了。他说不行，你找你父母借点吧。主持人，他说的只是片面的，只是他所看到的。他总以为我出去
喝酒，闲喝酒。其实我也需要社交，我们有渠道，本地有个知名的食品企业，它的原材料有些断供，厂家呢先给我们打一部分资金，然后我们再去下游散户那边收了之后呢，我们再卖给厂家。后来我也小试了一下，确实挣上钱来，赚上钱来。赚上钱之后就要出去跑资金嘛，所以就是成天和他们出去吃喝喝，但是实在是最后也没有跑够，我才说让他去父母那边给我筹一些。他那会儿说什么100%回报呀什么，我根本就不相信。然后就我公公婆婆也是说那个，你看现在这个货运也不好干，然后不行的话让他试试吧。没办法，在我那个公婆劝说下，我就找我父母借了一笔钱，然后给他做了。大概跟我父母借了有10万吧，血本无归。当时我们把钱筹够，下游原材料采集好的时候，再到厂家去交的时候，才知道他已经被厂家辞退了，把我们都给坑了。当时我不但拿了家里的，我还拿了外边债。就一共欠了多少钱呗？这买卖一共折了多少啊？一共里外我是50万全搭进去了。不知道他还有外债呀，我以为就家里的公公婆婆的，还有我父母的，我不知道他有多少外债，他也没说。外债有多少？一共外债是20万，他那边给我拿了10万，我自己和父母这边凑了，这是20万，一共30万，剩下其余的都是小贷我贷的钱。行，明白了。当时我实在是无力偿还，他又总是让我还钱，然后我自己也做了一个极端的想法吧。当时那一天我记着，好像我当时全身上下赔的就剩35块钱了。然后我上早市买了点饭，把他和父母都叫到一起，我给下厨做了一顿午餐。当时全家也算其乐融融吧，以为我从阴影走出来了，一看我精神状态也没什么问题。然后当时只有我自己知道怎么回事。吃完饭之后，收拾完晚会，他们都回家了，他们都走了之后，我自己开上阳台的窗户，我那立着有半小时，思前想后，最后还是没有勇气迈出那一步。想到了2个孩子了吧？对，这就对了啊。没跳车也得往前走啊，所以我就继续出车了。他出车他不说话呀，消失了，就整整半年联系不上，人就走了。我记得那天吃完饭以后，过了几天也是在家老生气嘛。后来就是我下班以后，我就看他的行李什么都没有了，我就问婆婆，我说那个他是出车了吗？婆婆说对。然后我就没往心里去。平时的话，他那会儿开车也就是最少也就是半月，最长的话也就1个多月吧，他回来一次。他这一走，我就联系不上，小半年人家才回来。这干嘛去了？因为当时在我们那边货运行业不怎么好干，我听同行说，在那个西藏、内蒙、新疆那边地广人稀，那边货运还好干一些，所以我就和同伴一起去了那边无人区那边。那这趟把钱挣到了吗？经过半年吧，也算挣到了。然后现在把车卖掉之后，算持平吧。他挣的钱，他也没给我呀。他消失这半年，中途孩子生病，他都打电话都联系不上他。那会儿老二刚上幼儿园，我记得那天夜里也是老大生病嘛，发高烧，也是特殊时期嘛。我就半夜里就是叫出租车，因为我们在县城嘛，出租车也难打，我就抱着我们家老二，拉着老大，就边走就边接车。12了。老二呢？4周。挺难的，几年前。跟他联系也联系不上，打电话也打不通。你只是知道你辛苦，你只知道你难，那你体会过我吗？去年过年的时候在外面，他回来之后还说没有给家报平安。那边我们跑的线上400多公里边线无人区，我们物资也比较匮乏，在那边当地。然后一般的话都是省吃俭用，上300多公里的地方有个县，有个旗，和咱们这和我们的县一样，有个医院。我们一般都去那边吃病号饭。当时大年28了，我们说拉完这一趟就休息来，上医院里休整1天。然后我的车就坏那边路上来，偏偏那天就坏了。零下32度，下着雪，我的手机也没有信号，用那个车载电台也呼叫不上同伴来。当时你那不是撒谎吗？我怎么撒谎？我跟你打电话打不通，为什么家里人能给你通电话呀？每次孩子生病，我给你打电话你都不接。公公婆婆身体也不太好嘛，婆婆她之前就有那个脑血栓的迹象。我记得上班呢，我婆婆就跟我打电话说身体不舒服，
我就请假回来，带我婆婆去那个医院检查，医生说就有点脑血栓上面还有血管堵塞那种现象，需要冲开，然后我就办理住院手续。本来我正上班，我身上也没有钱呀，我就跟他打电话联系，想让他给我转点钱什么的，他也不接电话，实在没办法，我就找我父母借的钱。我父母也是劝说，这日子怎么过呀？老二也上开学了，2个孩子你能负担起吗？现在他不在家，你还得照顾父母，上有老下有小的，我真不知道怎么办。其实就是一个男人自己逃避了所有的责任，把一个家撂给了一个女人呗，这女人就扛不动了，是这意思吧？对，所以要跟他分开，对不对？对。今天来的目的呢？我就想着，就是他不要再开这个汽车了。人家不都卖了吗？他现在不是还没卖吗？他总是贪得无厌，鱼与熊掌都想兼得，又不让我开汽车陪在他身边，然后每个月又让我补贴家用。我就想让你把车卖了，找一个稳定的工作，每个月哪怕给我2000块钱呢，起码就是说老人生病了，我找你能找到呀。您一个月收入多少？4000多一点吧。2个孩子不够用是吧？对。您这房贷车贷多少钱啊？房贷2000，车贷8000。车贷是卡车的贷款吗？啊，对。你要把这卖完之后，你就是2000块钱的贷款，对吧？还有30万的这个双方父母的债务，是这意思吧？啊，还有我们的社保、养老这一类的。那现在挣钱相对来得快的，也就是运输了，对吧？对。那就离婚嘛，这没什么好说的，离婚嘛，该付抚养费的付抚养费嘛，赶紧开着车给一家人挣钱去啊！你还在这儿跟他纠缠什么呀？这跟感情都没有任何关系了呀！我为什么听不下去了？我告诉你，你妻子在这段关系当中呈现的是非常的冷漠，她在你酗酒、吃药、病情期间，她对你是冷漠的，她不认为这是个问题，她认为你在偷懒。当这个家庭面临共同困难的时候，她是做了很多的付出，没有问题。但是你已经感觉不到他对你的这种温情了。你知道你的问题在哪儿吗？你在逃避，大把的逃避。什么叫大把的逃避？置爹妈不顾，置孩子不顾。你看我都没排你的妻子，因为在你心里也没有你的妻子。咱实话实说。其实你不用说，有又如何？人家现在条件非常现实，你要交钱给我。你需要还2家老人30万，你需要给2个孩子抚养费。你能把车卖了吗？你告诉我，你把车卖了，你做什么？你现在根本不是谈我要留住一个女人的问题，你要谈的是我未来的生活往哪儿去的问题。你们还想在一起吗？你们告诉我们。我想要的这些他给不了，我就不想在一起。所以老师们看看应该怎么办吧。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此刻内心真的蛮沉重的。这位丈夫当时在窗台边的一瞬间，我相信一定是事实。婚姻如果只剩下逃避，那肯定也长不了。我请问2位，扪心自问，心中还有对方吗？我们不要欺骗自己，我们不要面对这样已经千疮百孔的情感，我们还认为我们用钱就可以解决问题，解决不了。迟早一天，你们2个人谁都会力不从心的。你们面前只有2条路，一条路，2个人真正能够意识到有没有爱，有没有情，有没有感。如果连感觉都没有了，那就是第2条路，还是趁现在大家状况还好，一拍两散，否则接下来我真的不敢预想，不敢预测，按照你们的状态再走下去，会发生怎样的悲剧？谢谢包红兄。男生，我想问问你的现在感受啊，这个家之于你是压力还是温暖？压力。那如果说现在这个家之于你来说是压力的话，现在就分开。你现在需要最重要的是一个平静的心态，好不好？努力去挣钱，这是最基本的。因为在婚姻当中是有一个基础的，是说我们2个有独立能力的人。但如果说我们连生活都
维持不下去的话，又是一个很糟糕的心态，至于你来说是不要这段婚姻了，好吗？我刚才说的这话你都听到了吗？听到了。这个家对于他来说只有压力。同样，我想问你这个问题：这个家至于你来说意义何在？因为上有老下有小嘛，所以说我也不想让他开货车，因为货车他出去时间比较长嘛，一走就是半月20天不回来。然后这个父母岁数大了，有点病啊什么的痛啊，你需要的是一个帮手。那我告诉你，他如果现在在外面去拉货车，再把钱给到你的话，这是对你的一个实质的帮助，而不是把车卖了然后回来。你们只要谈好了，他每个月给家里多少钱不就可以了吗？对不对？我要的也不多啊，每个月只需要他给我2000块钱就行。没说多少，是说形式上的目的的问题。分开，他给你这2000，好不好？不要再给他压力了，就这样。就是给孩子抚养费嘛，人家妈要的不就是给孩子的钱嘛，也不是人家妈妈要，对吧？就当是抚养费嘛。来，严老师。我一直在想，因为刚才听你们讲述的时候，我真的和主持人的感觉一样。就这个女士怎么会这么冷漠？丈夫说我要跳楼，我在无人区吃不上饭，我抑郁症。这个妻子是没有一点点表情的，完全的麻木，完全的冷漠。我其实当时想，为什么会这样？我不是替女士开脱啊，先生。我相信你们最初自由恋爱结合到一起，生了一双儿女。是曾经有温度的，是曾经有感情的，对吧？对。但今天你变得确实冷漠，我想是在年复一年的生活当中，女士的心死了。从她把工资卡交给父母，对你情感上、财务上不信任开始，从她好高骛远、四处负债的时候，我觉得你的心慢慢就死了。是，先生。所以他的心死了，他这么冷漠和你是有关系的。想要负起责任来，想要过一个平稳的所谓的你觉得可以的人生，只有脚踏实地去做一份工作。你妻子的要求高吗？一个月就要你2000块钱的生活费，你这么大个儿一个人做不到吗？现在对我来说，他的要求，你2000块钱做不到吗？但是老师，我还有房贷，还有别的开销了。她一个弱女子能挣4000多，你挣不来吗？挣不来。对，不愿意挣啊。像我这种，我的体格呢，手不能提，肩不能扛，我别的能做什么？在我们那边进工厂打工的话，一个人肩不能扛，手不能拎啊，怎么说出来这话呀？我开车这么多年，职业病啊，我有腰间盘和肩周炎。你俩就分开吧，有什么可说的呢？你只能开车对吗？那就去开你的大货就好了。先当这段婚姻已经没了，现在你就是需要还款。如果我继续开大货，你别如何没有我是不会挽回。别管他不他的，你要不要挽回婚姻？你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先怎么活着，先怎么把钱挣起来。你现在不够格去考虑婚姻的问题，因为你们两个根本没拿婚姻当婚姻，13年的婚姻你俩当儿戏呢。别以为你们两个真的很好了，我就说一句话：50万投资谁的决定？你俩共同的决定。不是你俩共同吗？你为什么找你父母要钱，要10万块钱？因为你觉得对，有可能会赚钱。你也盲目啊，你更盲目啊！你不光找你父母要了20万，你还在外面贷了20万。你俩共同决定投的50万，你俩都想要快速暴富，所以你俩有什么可说的？在台上互相攻击来攻击去，13年的夫妻了，盲目糊涂，这就是你俩婚姻最大的问题。所以现在不要再互相攻击了，先当这个婚姻暂时解体，虽然没有领离婚证，你出去赚钱，别想其他的，你在家里把孩子照顾好，把老人陪伴好，然后在你的工作做好，不要互相指责。你们两个现在互相指责都不够格，你们唯一能做的事情，就是好好的踏实的先把自己活好，给孩子做好榜样，别让现在你们两个互相攻击来，孩子连点爱都没了。谢谢周老师，来面对面啊。我一直坚决地认为说，现在最好的方式其实是离开。真的，他就按你们离婚了，孩子由你来抚养，他出2个孩子的抚养费，对吧？房子该怎么着，你还房贷还什么还？真有感情再复婚吗？哪怕你们可以是离婚都可以吗？用离婚的方式让自己清醒清醒吗？不要拿我是个病人做借口做挡箭牌嘛。
都挺冷漠的。您看不到爱了这段婚姻，你把车卖了，你还能干什么呀？还在那儿跟严老师抬杠。不卖我真是车，气你气婚姻是一点。你爱干嘛干嘛，你爱干嘛干嘛。你的孩子没饭吃，你的老婆没饭吃，你有什么资格说话？你爱你的2个孩子吗？爱。你爱你的父母吗？爱。为他们努力啊！我还是想要一个。你能做到这一点，没有完整的家。你有什么完整的家？你半年不跟你妻子联系，要什么完整的家？理清楚逻辑了吗？爱情是一个人的奢侈品，活不下来的时候没有爱情，要什么婚姻？你的孩子有他的亲妈带着，你的父母他们自己可以生活，麻烦你好好的供养他们。还没听明白吗？他给你提的是不是死路一条？你告诉我。不是。活路是吗？那就别哼哼唧唧，按他说的做，可以吗？但是他提的要求对我来说完成不了，对不对？对。完成不了，那就放人家走啊！能力不够啊，人家要走正常啊。一起进入真情60秒。回话。媳妇儿，以前可能确实我对你太冷漠了，没有考虑到你的感受，没有做好一个丈夫、父亲应有的责任。这次我回来了，我想和你重新开始，往后一切都听你的，不再擅作主张。我希望你能再给我一次机会，让我好好的珍惜你，可以吗？我要的很现实，就要那一些。你不开车，然后在家就是每个月给我2000块钱就行，因为父母都老了，万一有个长短我怎么办呀？我以后脚踏实地，不再好高骛远，我会用实际行动向你证明。我希望你能再原谅我一次。我会好好证明的。谢谢2位，请回吧。电视机前观众朋友，我们节目组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0223606361，情感困惑的观众可以来电咨询，不收取任何的费用，小心被骗。来预测一下吧，男出女不出，双出。我其实挺希望就双不出的，给彼此一个真的是先活下去的这样一个空间。不是你听老婆的话，你回来了还是不行嘛，更难受嘛，纠缠在一起，钱也挣不上，什么都挣不上。你现在，哎呀，人家的生活人家自己做主吧。我觉得我们能尽到我们自己的责任就够了。来，我们看看人家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，请开门。回花未